好，大家好，经过了一个周末，我们有些要补充的内容想跟大家分享。那么今天呢，主要是两个大家比较关心的内容，我们做一个快速的更新。一个是我们对于哼哈二将，有英伟达和特斯拉的我的一个理解和我现在对它的一个交易计划。那么第二点，我们想说说中国市场。那么昨天我们可以看到了。各个部门又出了大招啊，继续出新政策。那么市场是高开到5%多之后，快速的一个回落，很多人就喊今天是超级大阴线。那么我们该如何去看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么我们在中长期的一些布局是否还有效？那么我会跟大家呢阐述一下我的这么一个看法。那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朋友在问的，我们 Discord 的链接在哪里，或者说我们的服务到底是什么啊？请您跟我一起进入今天的视频。好，很多朋友问链接在哪里？就是在这个我们视频的评论区上面有一个视频描述，里面就有这个链接。除了 Discord 的链接以外，还有我们反授课训练的链接。大家别忘了，里面带小白这个逃出小白状态的这些课程是免费引入的，我们还在更新中。还有期权课程的话，里面基本上公开了1半以上的这个免费的内容。还有就是我们缠论学习，我现在好久没更新了，我会跟大家继续把这个坑慢慢填补上去，精读缠论原文。那么在这里面有大量的内容，包括我们的学习的课程，有大量内容是公开的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有很多资源可以帮助到你啊，基本就是这些吧。要不好多朋友老是找不着就先说这些，我们开始今天的主要的对于这个哼哈二将的讲解。好，我们先说英伟达。那么英伟达在这个走势上，我们把这个系统关掉以后，大家看到很多朋友在看到这根大阴线，所谓的大阴线的时候就非常慌。但大家注意，这个位置上虽然是收盘比开盘要低，但是它的收盘比前一日的收盘是高的，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假阴真阳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你看到这个英伟达的这个地方，其实它这是个阳线。那么你如果是排除这种噪音，咱们换成线图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典型的一个盘整区我知道大家在这个情感上或 sentiment 上会觉得非常的空，而我在这个位置上，咱们在上一个视频特别强调了，即使在这个位置上我看不太清楚该怎么做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位置上英伟达是不能空的非常的强势，非常强势。大家可以看到，它现在就守在这个生命线这儿守在这个生命线上做这种盘整这个对于我来说，我觉得非常强。那么另外一点我想跟大家补充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在周末的话，我看了非常多的资料，就了解英伟达背后的这么一个逻辑。咱们在周末的视频中其实详细讲过了，我不在这里做赘述。那么我又找了一个昨天吧，在这个晚上，我下午给他找这个大刘科普，他在这里面把这个英伟达这个地方讲的，我觉得是非常清晰，而且是非常一个易懂的这么一个状态。我在看了很多视频讲它了，我觉得大刘科普这个地方，我个人觉得是讲的非常好的，我也非常认同他的一个观点。所以说我们从基本面上也确认了，在英伟达它所承载的这种领先地位是非常高的。那么这样的话，那市场中它需要一个时间消化，因为它的数字变化太大了，以至于让市场产生了非常多的疑问。我们在 CNBC 像这样节目上这一天全都在讨论英伟达，而且多空方双方都有非常强烈的理由，而且有非常怎么说呢？不同针尖对麦芒的这种非常强烈的观点的一个碰撞。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的是，市场在这个地方会有盘整。那么今天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它的走势其实是偏多了，大家看这收在了50线，又形成了一个类似小阳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英伟达，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30分钟的一个布局。那么我们把英伟达的这个图弄出来图弄出来。好，那么这个英伟达图弄出来以后，大家可以看，这是一个30分钟的。我们看到的是30分钟，这里是一个低点，上来了之后这个减仓跑掉之后，这里形成了一个什么呢？这里形成了它的一个震荡区。那么在这一段的震荡区中，假设我们说这是一个低点，我们称之为 A0 的话，那么向下一段，向上一段，向下一段，向上一段，再向下一段，因为这地方的这个 K 线非常大，也就是波动非常大，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样的一段。那么我们可以看这个位置上形成的这个盘整区在这儿。
形成的一个盘整区在这儿的话，其实它在这里形成了新的类似于一个盘整区。所以我在这里它如果我们用简单的一个拆解来说，我认为这个位置上是偏强的，因为它如果偏弱的话，它这就应该下去了，但是它没有下去，它现在在这做盘整。那么我们上面的一个，大家看上面的一个顶部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在这个位置上其实是破坏掉了，也就是说它完成了一个弱势的一个盘整之后，我们的这个均线系统，大家看均线系统在这儿再次形成了一个金叉。那么我们要想操作的话，我在这里的操作还不是特别着急，因为我期待它在这里形成更长的一个盘整，那对我说非常好。那么我如果在这里操作的话，我们这个操作的止损点或者守护点就出来了。那么这个守护点就是这样的一个大约在450块钱左右的一个守护点。那么这个450块钱的守护点就是我们整个操作的一个锚点。那锚点有了以后，比如说它向下再走向上，好，那我们所有的损益比都根据它来操作。那么现在的价格是68，对吧？那早上起来的话，我们看到还有50多的。那么我们这样的话，向下的话，你大约是20块钱左右，咱们用20说来止损。那么向上的话，如果它能再去上攻90的这个位置上，那么你现在的话是大约一个30。那么也就是说，来到高点附近的话，那么差不多这是一个1.5比1的这么一个操作。所以说看起来还是差了一点点啊，那么如果我们说它能给我们一个机会，比如说市场不好啊，比如向下再纠结一下的话，能往下走的再近一点，我们的这个损益比会变得更好。那么还有一种方法怎么看呢？就是我们看到它的这个盘整之后啊，还可以做突破。那做突破怎么着呢？做突破是这样的，这是一个，比如说我们这里是一个缺口的压力区，我们在这里画一条线之后，我们就在这里做它的突破。那么就在480附近，480附近的话，我知道很多朋友不喜欢做突破，就是老觉得它买的不够低。实际上它在这儿如果能做一个蓄势，然后向上突破的话，我在这个位置上再加一仓，其实是效果更好。因为你480向上突破的时候，你的止损和你向上的空间怎么算都是更合理的。因为你现在往下的话，这个空间稍微有点大，可能就得有一个20块的话，那对于一个将近450块的股票来说，我倒觉得还好。那么对于可能有些朋友来说，可能有点多。所以英伟达在这个位置上，大家要看，这是我对它的一个判断。我认为恒哈尔雅中的哈降啊，这个哼降不行，哈降很好，所以不做哼，只做哈。那么我们再回头看特斯拉的这个走势相对来说就是跟英伟达其实有点像，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它跟英伟达有非常大的不同。大家注意哪里是不同？第一呢是这一波的下跌，大家看这一波的下跌的力度有点大，所以说它的这个均线之间的这个大家看裂得非常开，所以它现在这个位置慢慢往回反，其实这是这个积蓄能量的一个中枢，对吧？我们在这里进行一个积蓄的一个能量。那么我不会在这儿操作，我知道就马上有人留言或者不爽啊，你必须得操作啊！就是我有些地方像这个位置上，我真的是没什么爱指，就是说我知道它呀这个位置上是个很好的买点，然后止损也比较近，好做。但向上的这个空间呀特别窄，我也不好做，就损益比非常差。就是我们止损虽然还可以好判断，但是我的止盈非常难判断。所以就是对于我来说，这个交易难度非常大，所以我在这个位置上也没有动咱们这个特斯拉。那么如果你们还是那句话，你谁爱买谁买，但我为什么不买？因为我的交易必须有相对强的一个保险度，或者说我相对来说比较好做才行。那么现在来说，我对特斯拉的判断就是特斯拉这个位置上应该是一个偏弱的，怎么着就能转强呢？大家看，就是它要有一个让它有能量的积累，比如说你看这里有连续形成顶部结构以后，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下降之后，它往上拉，如果能再往下打出一个双底向上，那这个地方再突破，那就是非常好的 W 底的形态的这么一个突破了，它就非常的坚实。那你比如说我就是比较贪，我就喜欢追底啊，就是要它在向下的过程中，如果离215越近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点。但是我们明确的说，你看它的这种势头呢，就比英伟达稍差一些。再看你这趋势明显就是差了一些，所以我看特斯拉这个位置上呢，我会更加的小心一些。而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比如说我们看到它的成本区，那么大部分成本区特斯拉还是在上面没有怎么动，所以说构成了你反上去之后它就会有能卖压出来。而英伟达的话基本上就已经在这个成本区之上了，我们用成本均线或者说普通的均线都可以。
就是当你踩着这个均线，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用均线啊？均线更多的其实无非就是模仿大多数交易的一个成本，而实质上你又没法特别好的模仿出来，就是大概那个意思。大概意思是什么？这里面大量的成本是踩在的价格下面，就意味着套牢的盘少，那么这样的话卖压就弱，套牢盘越多，卖压越什么呀？套牢盘越多，卖压越大。那么恰恰相反，当你涨得特别好的时候，大家反而都不愿意卖，因为它盼着涨更多。这就是我们对这个英伟达的这么一个判断，加上我们对它的基本面的一个分析，你可以看到的是，英伟达这个位置上，我们应该把它很好的去进行一个规划。好，那么与此相反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呢跟大家做一个更新，那这个更新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叫做老狗更新。那么这个如果是跟我视频很长时间，尤其经历过熊市的这个小伙伴们，你可能非常了解我们叫做老狗的一个策略。什么意思？就是这个老狗策略是我们很早很早，从我刚开始喊的18年左右，我就用这个词就是老狗忠诚，老狗稳健，稳如老狗嘛，就是这样来的。就是因为当市场环境特别差的情况下，你可能特别想去抄底，但你又不知道抄什么好。那么我给大家找到的就是那种基本面非常 solid 的，而且一定是垄断的，而且向上还有一些有一些这个一个 potential 向上有很大一个增长的这么一个机会。我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更新，什么更新呢？就是我们对于 AMD 进行一个删除，就是这里面 AMD 被我剔除了老狗的这么一个 list。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还是在这儿，特斯拉、高盛Qualcomm 空木地炮、可口可乐、迪士尼、麦当劳、辉瑞、苹果、微软、露露亚马逊、英伟达，这么还是这样的这么剔除的是 AMD。那么我在去年的时候剔除的 Google。那基本上呢，就是这个 list 的变化不是很大，它主要是用来帮大家什么呢？在这种非常大的一个下跌、恐慌非常厉害的时候呢，大家在翻我们之前的视频，或者说去年的这个，我们就买这些组合，你绝对是很难吃亏。而事实上，这些组合除了现在比较惨的吧，咱们就说迪士尼吧，迪士尼是比较惨的。然后辉瑞吧也是水下吧，这好多人来问，对你这涨的你怎么不问啊，对不对？那剩下的这些组合呢，基本上都不会是亏钱的，而且都是表现不错的。比如说像可口可乐，那都是非常稳如老狗稳如老狗。你实在没得买了，买可口可乐、麦当劳这稳如老狗。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位置上，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这些就是一个基本面上比较容易操作的。那么 AMD 在这个地方提出了，那为什么提出 AMD？ 就是我对这个。我通过对于市场上这个芯片的学习，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市场上的数据中心业务，它潜在的有可能出现一个转型，就是对于 CPU 的需求可能没有那么快的增长，或者像我们想象那么快，而对于这种由 GPU 所领导的叫加速器的需求是非常高的。而英伟达它趁着这个机会，在提前这么多年进行布局，把它整个的这个生态环境，说白了就是把马工或者说我们的程序员伺候好了。大家习惯了时候，你这个英伟达这个环境，或者说你就变成了这个语言以后，或者说平台语言以后，你在其他工作上，他要招人，他就只能招会这个的。你除非比如说 AMD 也好，英特尔也好或者是其他公司也好，你再重新写一个新的平台跟它竞争，要不然的话，它这个生态有点叫苹果化了，就是像苹果一样，你苹果很多时候。你说苹果手机这真的牛到了比其他手机强那么多吗？其实也不是，就是因为我要换一个系统的话吧，我们不还得又学一套新的系统，我还得新的去适应吗？我的这个成本，也就是换这个手机的成本，它已经不再是硬件的成本，它更多的是软件上，我还有好多云存储我还要重新适应它这个不同这个操作系统我麻烦。它变成了类似这种护城河，所以我一看到就是说他在开发这种护城河的时候。他的这个坐地起价，咱们说坐地起价就地要钱，这个黄老板这厉害，所以我说这个地方从估值的角度来说，它也不是非常贵。我们说了这个期，这是大家看这一次的营收是将近2.7块，对吧 ？report 2.7块，如果你要是每个季度都能维持这个，不是说这下来之后，不是10块、11、12块钱，你11、12块钱，咱不说增长，就是11、12给它 PE， 咱们说给40，那就已经500了，480，对吧？那你现在如果要是能维持这样的价格，那580这个地方 OK。那如果你还能成长，还是能维持这个成长的话，你的 PE 给的更高，因为你100%的成长，就是100%的增长的 PE 是没法估的。所以呢，这个又有很多的话题，搞不好借机作为炒作一波。那么先不说炒作不炒作，我们能看到的资金的行为在这个地方是偏强的，不排除会洗盘，或者说
如何弄，所以我先在这个地方先埋伏了一个小的一个期权。好，那么针对大家好多的问题啊，就是问我们 Discord 都有什么，我这个呢，如果你说你找不着那个链接，那是你的问题，但是确实是我没有跟大家讲清楚过，我们就是 Discord 有什么样的一个服务。那么我这边总结了10条，那么如果大家呢，你要是没兴趣的话，大家就跳到2分钟以后啊，就是其他的内容。那么我们有这个叫产 CC 的系统，那么它是一个30分钟波段操作的，今年呢收益差不多90%多，不到100%吧。然后，但是它的这个胜率在40%左右，10年的平均是40%左右。今年呢，胜率在36%左右。那么对于我们很多散户来说，他就觉得胜率太低了，他胜率低，他就没法跟，或者说他就难受。那就没办法，因为我们在这个系统主要追求的是收益率，就是每口都必须得吃到，那么就意味着我不断的尝试和不断的止损，而止损呢又被我设的特别小，所以它的胜率就不会特别高，所以这是一个低胜率而抓收益的系统。那么你在胜率、收益和稳定性三者，你最多拥有1.5或2，你不会3者都有，就是你永远不可能稳准狠，就是又能每次都对，还老能有信号，而且把还赚大的。这你瞬间你成宇宙首富了，这是不可能的啊。那么第二点，我们就是招股，是在我一个选股器的基础上，我会选择这个本来是其实有很多股票，但后来为了大家求更稳，我用的是什么？就是平常咱们可以看周末视频更新的，就是我为了求更稳，就只做指数和那个 super mega cap 超大蓝筹的股票，那持有呢就是3到10天。它呢，平均胜率是50%到60%之间。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平均胜率50%到60%之间的话，它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信号少，一个月可能就做2、3次，那可能大家又不满意了，就是嫌这个信号太少。所以这俩合在一起，就一个追求的是什么呢？追求的收益，一个是追求的是胜率啊。那么基本上就或者说更多的稳定性。那么之后呢，会有我们很多研报，我会看到研报还有不同的消息，包括 Bloomberg 上呢，还有比如说 Wall Street Journal 上，相当于给大家读报，人肉 ChatGPT， 通过读报来去思考和解读，然后我把我的文摘和想法呢替大家读报读出来。那么这些就是说我们盘后的功课，包括我每天都要做大量功课，除了宏观分析、市场资金，还有就是每个个股都得过一遍，找到机会之后呢，做好交易计划就贴在那儿，反正我每天都得写，因为我要不写交易计划，第二天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很容易陷入我们散户的陷阱，还能不能追啊？对不对？是什么时候该卖啊？还能不能买啊？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就是因为没有做好计划，同时越是中长线的仓位越得老分析。为什么？因为你要不然涨了之后你慌，你拿不住；要不然的话跌了以后呢，你更慌，你老想止损。所以你要不然你就是心态就好不了了。但你每天都分析好了以后，你能做到就是说我该怎么做，能这个拿得住，心态会更好。还有呢，就是我们有这个基本面分析，还有就是我的期货信号。那期货信号在这个地方对我平常期货交易起到了一个辅助的作用。我平常不是完全追这个期货信号来做，但是它给我了很多辅助的信号，尤其是它全是左侧抓反转的这些信号。那我会在这个地方呢，在我期货的交易中会挑其中我认为不错的地方进行操作。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趋势擒龙呢，一般来说只找着某一个题材在上涨过程中非常多的情况我才会做。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一年可能就几笔交易。还有的最多的就是平时每天全职交易嘛，所以一天都在群里陪聊心理按摩啊。当然你不爽了打击我承受你大家的打击。那么最后呢，还有就是一个人永远不可能做到一切，那么身边的小伙伴们，他们来自不同的行业的专家，或者说也是市场中的老手，那么他们的分享有时候我认为大多数时候它非常有价值，而且很多时候是比我分享的还要好在市场中我们就是打拼，其实这也是我成立这样的东西的一个目的。我希望有全职的交易者，或者说有优秀的非常棒的人跟我们一起来做拼搏。那剩下就是包括我们免费的这些公开的信息，包括 GEX bot， 还有就是我们 OpenBB， 我买了这个 Rob 这个 bot， 大家可以用来做。最后呢，就想跟大家说的是，我把这些包括波段操作CCC 还有全部的这个投资仓位呢，我都更新到了我的这个就是更新到了 Collective Tool 里面。但是它现在我们才开始 run， 它的数据还不是非常多。等数据多了以后呢，我给大家来展示就是它的这个收益。到时候我把这个收益咱们就是真刀真枪的给大家展示收益，那么这就没有什么可吹或者说空间了。
那我也接受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也接受大家的解释，就是我用事实，或者说我用事实，或者是我用我的这个业绩来说话。当然了，如果业绩做不好，我也会承受业绩来挨骂，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好，回到 A 股上，昨天的这个走势，好多人说就是又是什么大阴线啊，又是大阴线，其实这不是阴线，还是一句话，这是叫做假阴真阳，它是阳线。它昨天收的是个阳线，只是这个波动真的好大，从市开特别大之后往下坠，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大家看啊，你可以看一个周线，咱们看沪深300的这个周线，你看啊，它这个位置上它就是很难起得来，为什么？因为大家看左边，这是去年我印象非常深啊，就是说，我看这周线，大家看左边有一波，它之前有一波上涨，这个是对22年不是有一波上涨吗？就去年有一波上涨，那这波上涨其实这些人都被套住了，这些被套住了以后呢，其实你看它之前啊，就是你看这些被套住的这些人，他在这个位置上，他会形成非常大的一个卖压它会形成非常非常大的卖压。那么在这个非常大的卖压下面，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就是它这个就是非常痛苦了非常痛苦了。那么你会看到的是你看这是20年的一波上升之后，大家看就是这个地方的一个上涨以后，很多的卖压在这儿都会形成卖压，所以说，而且最近的一个盘整区最多的卖压是在什么位置上？它就是在日线，你看就在这个位置上，就是在4000左右这个位置上。所以你在这个位置上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这个位置上，你比如说中小盘这儿，你就非常非常难什么呢？你就非常难直接一把上去，因为什么？因为你在这儿都是这个都非常近啊，就是这种卖压都非常非常的近。它在这儿一旦形成卖压之后，它一旦高开就会形成一个大的卖压出来。那你在这个大的卖压出来了以后呢，你可以明显感觉到这个市场的这种压力之后，你这个时候场外的一些资金也不会在这个地方拉抬，你需要慢慢的让这些被套的人赶紧解套，尤其是你这个高开没有上涨再向下的时候，这些人就慌了好不容易高开了，快接近我的成本了，哎呀，赶紧割肉走了，我千万别跟 A 股玩了，哎呦，这是混蛋呀，什么的，你就会在这个地方说。同时呢，大家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投资的信心比较差的，就是大家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个叫什么饮鸩止渴饮鸩止渴。我一直都不认为就是饮鸩止渴是一个特别贬义的一个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饮鸩止渴，你现在都已经马上要渴死的时候，现在有鸩，也就是这个毒酒，你喝不喝？答案应该是喝。为什么？因为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平常吃地沟油食品金刚不坏之身，喝完这毒酒之后啥事没有，最后还解渴了，那你不是活了吗？还有一点就是说，这毒酒可能过期了，那你最后也可能活了。还有一种可能，这毒酒本来就是假冒的，本来就是假农药、假毒酒，喝了之后其实就喝点水加上色素，你可能也就活了，就是你是有活的可能的。但是如果现在渴的不行的情况下，你一点事情都不做，你是纯的等死。所以说这个地方会有不同的政策出不断的出政策，那么它就是这个位置上就是其实说白了给我们上车给我们上车。那么我们想说的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知道，就是说 A 股和美股有非常大的不同。美股的话，它是更多的是世界型资本市场的博弈，就是在这边货币政策。当然我原来老说货币政策，今年如果你说货币政策也得挨打脸，因为货币政策跟美股走向也是相反的。就是这种货币的政策或者钱的流通对于美国来说影响非常大，但 A 股不是， A 股是政策式，就是市场对于政府的政策对于市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是越集中的市场它的影响会越大。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大家看这是不断的出政策刺激，先是国务院的20几条，然后美国这边又出了一些刺激政策，比如说减少就是会计准则放松或者这些一些政策。那么这面证监会又放松了国外投资的这个尺度，那么马上又减少咱们说的叫 margin requirement， 或者说我们保证金制度的一个变化。那又变了什么政策呢？又鼓励大家是什么呀？鼓励大家更多的去投资，然后减少印花税，里面一套加房地产的一个刺激。那么就是政策一套接一套的出。那么你要了解这个体制是什么，就是一旦一个政策没用，它就会出下一个政策继续刺激，直到这个政策出有用为止。那么是不是会产生一个泡沫？答案应该是会，但是距离泡沫现在都这样子，你还想什么泡沫
先我们可以抓到这样的一个机会再说啊，先抓着机会再说。你先比如说我没有，也是没不知道买什么啊，不知道买什么。那我们在这里，我其实昨天给它更新了啊，更新了就是我更新的就是忘了放哪儿了，就是更新到这个你实在不知道买什么的话，那你比如说你可以找到这种我们说这个机构买的比较多的，对吧？股票，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流动市值或者是最大的，对。那这贵州茅台，贵州茅台的话呢，它现在这个位置上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大家看，它之前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下跌，对吧？非常大的下跌。那么这里的走势可以看到，它从那一波有点类似于泡沫，从2.5，它这一波下来了之后，大家看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下波跌，对吧？那这一段基本上就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 W 底的失败，加上一个类似于中枢的扩展，就是下来了以后，那么你看这里又形成了 ABC 的一个反弹，对吧？反弹之后呢，那个卖压没下来，就是说 A 股是市场，你要跟美股强势股，就像苹果一个 ABC 下来就上去了，不行，它又下跌之后再向上，大家看这里都是 ABC 的走势，那么最后这里又是一个什么叫做快速下杀的一个衰竭，这就是有点像恐慌盘了，所以这里就完成了一个特别大的一段的一个什么呢？一个下杀。那么这个位置上向上之后再往上形成个小圆弧底，那么在这个位置上就形成了一个圆弧底的这么一个机会。那么我们在这儿没有买着的话，就在这儿买呗。对于这个公司，就这样的公司来说，你可以就是说，我们可以先对它进行一个小量的配置啊，就是说这个横盘区也好，或者说你对于它来说，它的这个上涨，对吧？它其实你这上涨不少呀。你看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 ABC， 对吧？然后上面一个盘整，这是吸筹了之后，这上，那么你这里下跌的时间和力度其实是不小的。那么你从突破的角度来说，那这个地方形成突破的话，我们在这个地方啊，你说可以在这止损，你也周线啊，这是周线级别，你可以选择趋势线的一个止损，你也可以选择，比如说我先囤点，对吧？像我的话就先囤它1仓、2仓，对吧？你就先囤1-2仓，1-2仓进来之后，你先把它囤住了以后，然后呢，你先有点这个贵州茅台来说，这是一个就是没有选股，这个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苹果或者是微软，就是说你实在没什么买，你也没法选股，那我们就先囤点这个啊，囤点这个的话，你比如说，我们就从交易的角度来说，这个地方咱们说跌破1800，或者说1782，我们出也没关系。那么现在的位置是1830，那其实你看这个差别就是50块钱嘛，对于2000块钱股票来说，50块钱还好。2点多3点多就可以了。那么你说，如果要是说我们要是看它现在市场，那我们就要看它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看这段时间，比如说这个昨天已经手板没了，所以没关系。所以说我们就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小量配置。那么市场的情绪在这段时间一定会有一些分歧和变化。那我们再去看有没有新的政策出。那新的政策出的话，还会有新的刺激。那么今天对于美股的这个。我们从美股的这块来说呢，它的地方还是对于一个大型震荡的一个延展。那么今天的市场上表现呢，还不算太差啊。整个中概股在外围市场的一个对它的表现其实不是太差，所以我们可以继续观察。你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是交易者嘛，就是要不然的话你真的有耐心，就是从底部你买了仓你能拿得住啊，要不然的话你其实也没关系，你就这个地方突破再做，这个地方又形成新的，你再在这个地方突破。再做30多块钱突破再做，你上面空间非常大。你想 KWeb 多少钱跌下来？它是100多跌下来的，你不一定回到100多，但至少回到120啊什么的。其实这个地方的蓄能或者说这盘整的时间是够多的，所以后面的话它有大量的这么一个政策的出，所以我们就耐心的去观察，去等待囤一些货，对吧？然后到时候你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市场它不一定能为你很快的给你变现带大钱，真的是这样，就是说你很难预期吧，就是这个市场给你很快的为你带来大钱变现。但是呢，我们说它的底线其实也是比较高的，就是你像这个 ASHR 现在就24-25块嘛，你向下的话，其实你也就23、22左右，那你就向下的空间并不是非常大。它一个反弹上去到40。你其实这个位置上就是一个将近一个2比1以上的这么一个交易，而且还有很多分红，它的分红也不是特别少的，有一定分红，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是可以去感受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行，那么今天补充呢就先说这些，然后我们这周我要看到什么新的想法，今后再跟大家分享。如果大家喜欢视频，别忘了点赞、留言、转发，我们下次见，拜拜。好，那么视频制作不易，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别忘给我们点赞、分享、转发。